Yo，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最近啊，真的是每天都在下大雨。看到我身后这边吗？就是在下这个很大的雨啊。我们Johor Bahru啊，跟 KL 一样啦。如果是下大雨，很多地方就会突然淹水。那如果淹浅的水还好啦，不要淹太深的水。如果是讲淹浅的水的话，买一台 SUV 就可以轻松应付了啦。没有错，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马来西亚最近刚刚发布的一款 SUV。就是 Honda CR-V。Honda CR-V 这款车呢，之前我就有拍过一部影片啊，那个是 S 版本最 low spec。如果你们错过那一部影片的话，都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过去看一下。那今天呢，再来一个大跃进，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Honda CR-V RS 最顶配版本，也就是一个 EHEV Hybrid 版本的 CR-V。影片开始前，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非常信赖的一个品牌的 carpet 哦，就是 Dudumat。我身后这一台呢，也是用上了 Dudumat 的 carpet。这个 Dudumat 的 carpet 呢，是我们自定让它的颜色做了一些变化。要怎样做选择呢？只要到 Dudumat 的官方网站上面，就可以自定义你们要的颜色了啦。相信大家买新车的话，或者你们的旧车上面的 carpet 如果踩上一些沙石，或者你下雨天上车潮湿的话，你的普通棉质咖啡啊，就会吸水，也会把那些肮脏、沙石、灰尘通通吸附在你的咖啡上面。要清理的时候啊，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像 Dudumat 呢，它是一个全马独家双层设计，只需要把这个咖啡拿出来，轻松的一撕一撒，就可以把里面的脏东西通通清理干净。但是如果你的脚是踩到一些泥呀、黏的东西粘在上面的话，也不要担心 ，Dudumat 是可以用清水直接清洗的。如果是大太阳天，你放在太阳底下，只需要短短的15到20分钟就会完全的干透。Dudumat 是经过认证，绝对无毒无害。再来就是 Dudumat 是为每一台车量身定制的，所以不会有一些车啊放上一些Cap Ayam carpet顶到油门的风险，有些会顶到刹车，那个就真的是非常的 no good 了啦。Dudumat 绝对不会发生这一种问题啦。再来就是 Dudumat 有全马保加3年 warranty， 锁定我们的频道。还有 Facebook page， 偶尔还会有 Dudumat 的独家优惠哦。在我的影片下方置顶留言区，还有 description 那边就可以找到一个 Dudumat 的 link， 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属于你们各自车款 Dudumat carpet 的价钱了啦。那就让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OK， 相信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一台蓝色的 CR-V， 应该跟我一样啊，感觉就是非常的好看。我个人很喜欢这个配色，如果这个配色啊有下放到 Civic 上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美，看起来不是那种 grand 的feeling 的嘛，它是比较 sporty、比较年轻的这种颜色。然后讲到颜色呢，上一次我们拍的那个 maroon color 就比较昂哥一点点啊。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当然，除了车身颜色不一样，在配色方面也是有差别的。好像我们可以看到，在 front grille 这个位置呢，它是用黑色的这个 front grille， 一条长长的 wing 贯穿到车灯里面进去。当然，车灯一样是全 LED 的车头大灯，中间的这个中网是亮黑色，然后前面有一个非常巨大的 Honda logo。而且是有蓝色的框框，很明显它就是一个 Hybrid 版本的 Honda 车型。现在不管是 City Hybrid、Civic Hybrid 还是 CR-V Hybrid， 他们通通都统一使用了有蓝色边框的 Honda logo， 所以其实还蛮好认的啦。然后跟 S 版本的差别呢，就是在 bumper 的位置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下面是有一个 fog lamp LED 的 ，S 版本就没有 fog lamp 啦。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回勾式的设计，有点像 FL5 的 bumper 这样子，很好看哦。然后我们把引擎盖打开起来，这个引擎盖打开方式是不用找那个顶杆去把它顶着的，旁边呢就有2只 damper 会自动把这个引擎盖打开上去。然后引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跟之前我们拍的那一台1500cc Turbo 涡轮增压引擎版本的 CR-V 不一样，这一个呢是搭载一个2000cc 4缸 Hybrid 引擎，上面这个是有一个遮罩板，软材质的，看到吗？
手指可以压得下去的。然后还可以看到有一些 orange 色的这些 wire 啊，大大条这样子啊，就很明显它是一台 hybrid 车型啦。Engine bay 我们就看到这里，大致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头是非常的靓仔啦，我很喜欢。当然还有一个 RS 的字样在这个位置。旁边的 wheel arch 啊，如果是汽油版本的话，它是翻刮材质的，可是 RS 版本呢是跟车身颜色一样的，这个也是很好看。当然一样有这个橘黄色的反光条。轮子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用的轮子是Toyo的品牌235/60R18，18寸的铝圈，全黑色啊，没有什么银黑相间撞色啦。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很好看。反而那种两个颜色啊，dual tone我看腻了啦，所以觉得这样子比较合我的口味啦。我现在的车也没有那种什么撞色的 design， 都是用单色的铝圈。然后车身侧面还有一个大重点，就是这一台车终于有了360功能啊！很多 Honda 车型啊，在之前都没有360功能，除非你买到 Honda Accord， 但是 Civic、CD 还有之前的 CR-V 都没有这个功能。当然，包括最近刚发布的 WR-V 也是没有360，这一台是有360加上 Lane Watch 的功能啊。Honda 的 Lane Watch 是他们的主打啦，所以我们可以在左手边这边的下方看到，其实它是有2颗镜头，一个是负责 Lane Watch， 一个是负责360啊。360的品质怎么样？等下我们上路试驾就可以体验到了啦。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尾灯，不管任何 spec 都是一样，全 LED 的尾灯。当然，比起 S 版，另外一个差别就是它有电动尾门的功能，只需要轻轻点一下，它就会自动升起来啊。对于这种 SUV 来讲，电动尾门我觉得是一个标配了啦。可是 S 版啊没有啊，所以你们要买有这个自动尾门的话，还是要买高配一点点。除了 S， 其他都有电动尾门。这个尾箱打开来过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跟 S 版又有一点点差别，就是它的这个尾箱盖下方是没有 spare tire 的啊，这里可能会有一些补胎机啊什么之类的，它没有放进去，因为它是 hybrid 版本，它要把空间腾出来给电池组。所以大家觉得这个 spare tire 重不重要呢？啊，我自己的 Vios 是没有 spare tire 啦，所以我是觉得还好。我的 Civic FM2 也没有 spare tire， 最近拍的 FK7 也没有 spare tire， 所以这个东西很个人啊，有些人喜欢，觉得有安全感。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辆车的 interior， 左右两边都有这个 keyless entry， 只需要把手伸进去拉一下就可以进入这台车里面了，不像我的 Toyota Vios 啊，还是需要去 touch 它才可以打开，才可以解锁，而不是把手伸进去就可以解锁。所以这台啊怎样都是比我的车来的更加高阶啦。Interior 方面跟之前那台 S 版本的 CR-V 一样哦，我觉得整个 design 就是很 simple， 跟 Honda Civic FE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尤其是这个 honeycomb 的冷气出风口的位置，真的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差别。如果在这边放一个 Type R 的牌啊，就是 Civic Type R 了。然后冷气的这个操控界面啊，几乎都一模一样。Gear knob 这个 Drive Mode 的这个 Switch 的位置，通通的排列地方都没有任何的改变。然后 S 版本的 Steering Wheel 大家记得吗？是没有包皮的。这一个版本是有包皮，而且还有红色的车缝线，手感 very good， 就像 Civic FE 一样。抓起来很爽，然后是可以做到上下前后调节，有 pedal shifter， 然后是亮黑色的这个修饰，它的条纹啊，旁边这些都是亮黑色，中间这边有一个金属银色的这种 feeling 啊，有一个地方就是门边的这个拉丝，非常的好看，好像那种白钢啊，还是 aluminium 拉丝。一流啊！会花接近20万买这台车，应该是 target 年轻人，然后比较低配的就 target 一些比较成熟稳重的人。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meter 方面不一样哦，之前我们拍的 meter 呢是跟 Civic FE 一样的，左边有一个荧幕，右边是一个指针，但是来到 RS 版。它又用上了跟 Civic RS Hybrid 一样的这个全荧幕总成哦。当我们 Start Engine 的时候啊，这个荧幕真的太美了，一流啊，非常的漂亮，而且很高清，里面有很多 info 可以看到啊，很多车没有水温表了啊。这个还有，除此之外，它还增加了这个 wireless charging 的位置，低配版本没有，高配版本才有。然后一样，高配版嘛，皮革椅子，这个是必备的啦。中间有一个很大面积的 armrest， 手靠上去啊 ，very good。然后打开来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看一下这台车的后座，这辆车如果你要我讲缺点啊，就是啊，很多人以为买这样子的车型就一定是7人座，可是它是5人座。如果你要的是7人座的车，不要来看 CR-V， 它不适合你。
它是一个大5座车型，所以对一些人来讲，可能这个是一个缺点。对我来讲的话，如果你的预算在20万，你觉得你花这个钱，你一定要载多人的话，这样你去买那个 Staria 比较好了。如果是讲你要花这个价钱买一个比较 premium 等级的 SUV， 一个大5座 SUV， 这个就很适合你。它的后座超级无敌舒服啊，这个空间感很好，有后座冷气出风口，可是没有的调节这个温度啦。椅子方面是可以做到倾斜角度的调节，跟 S 版本一样，可是比起 S 版本来的更加 good job 的就是它是皮革椅子啦，所以你不怕弄脏啊，吃东西啊跌在上面啊，还是喝一些饮料洒在上面，布料椅子就完蛋了。这个 CR-V 的后座啊真的很厉害啊 ，CR-V 这个系列车型呢，不管是这一代还是上一代，还是更早之前的，它的后座乘坐体验都是很好。而且如果你觉得这个膝部距离不够宽广的话，你可以在这边拉一下，看到吗？还可以 sliding 啊 ，Honda 很厉害，利用空间，长途行驶应该很赞。讲了那么多，我们就来试驾这辆车，体验一下这个最新款的 CR-V RS eHEV Hybrid 版本，开在路上是什么样的一个 feeling 啊 ？Let's go。OK， 今天我 like a boss， 坐在后座，不知道画面里面大家看不看得到我？然后我们的 driver 就是 Ryan Test Drive 的 Ryan， 然后坐在左手边的是我们的 Chovy 啊 ，Chovy 是望路这边的 Honda SA 啦。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记得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可以找到一个 link， 点击进去就可以找到它了。然后关于 Honda 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他，还有最够力的优惠啊，都可以从他那边得到。我现在就是要体验 like a boss， 坐在后座。然后这辆车的后座啊，有这个 armrest， 哇，翻下来有2个置杯架靠在上面，真的很爽啊！这辆车这个后座如果要有评分的话，随随便便都可以拿一个8分。OK， 我先睡一下，你们 enjoy。2000 years later。OK， 画面一转，我们转来前座了。现在坐在这个椅子上面，我个人觉得真的 very good 啦。好像我的 Civic 啊是布料的椅子，布料椅子其实我自己没有这样喜欢，我还是喜欢皮革的。OK， 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0-100加速啦。很久没有做0-100加速了。预备，1、2 ，Go！ Yes， 100了，我还怕这条路不够给我加，结果还没有到转弯的地方就已经100了。不知道收音收不收得到那个引擎的声音？这个引擎声是真的还是模拟出来的？假的声音来的。哦 ，OK 啦，不是那么的有冲击力的声音。OK， 因为我每天在驾 Civic 嘛，我们就来讲一下这辆车跟 Civic 的差别。SUV 嘛，没有办法，离地间隙就是比较高，我们在行驶的时候就会感觉那个安全感会少啦，尤其是这种转弯又雨天啊，我就要比较放慢一点这样转。如果是我自己的车类，我就来了的，它是一个等值交换，换来的就是很好的视野。跟你们讲，如果你们是一个平时每天在驾矮的车人啊，你一换去驾高车啊，首先你一开始会 feel 到不太习惯。可是当你习惯了这个视野过后啊，你驾不回矮的车了嘞，真的很爽啊！你可以看很远，都可以看很高，然后驾起来这辆车还是一贯的 Honda 的感觉啦，会比较硬朗一点点，比起我试过的其他的 SUV。所以如果你喜欢的是那种比较激进一点的驾驶感，加速的时候有那种哇那种比较劲的感觉，声音又好听。就是那种所谓的买 engine 送车身的感觉，这样 CR-V 这个车就应该很适合你啊。但是如果你要那种 soft， 它油没有什么要去，我转弯软，这辆车可能就不是那一种风味啦。你们喜欢怎样的驾驶感的车，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告诉我。那今天的这个试驾会比较简短一点点，因为下雨天。当然 ，Ryan 也是有拍了这辆车啊，他的试驾体验会稍微比我长一点，大家都可以一起关注我们的频道。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赶快跟他订阅起来，小铃铛要跟他嘟下去。接下来有机会在大太阳天有比较长时间的行驶的时候，我们再来更加详细、更加刁钻的试驾这一台 Honda CR-V 给大家看啦。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跟它订阅起来，小铃铛嘟下去。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